中俄警告奏效，岸田立马就老实了，透露北约要建联络处，但是日本没有加入的打算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似乎一说到日本，就会想起他们在军事方面的野心，并且在获得了美国的掩护之后，这日本已经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，开始向北约靠近。前不久，林芳正与斯托尔滕贝格进行了会面，双方会谈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进行协商。当时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结果，但是从岸田文雄近期的表态来看，似乎已经是得到了答案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岸田在参议会上表示，北约的确在考虑是否要在日本设立联络处，但是不清楚北约有没有做好最终的决定。另外呢，岸田还表示，日本没有加入北约的打算。其实这北约早就已经想在亚洲设立一个落脚点了，而这么做的目的也十分明显，为了打压中俄两国。虽然说北约是一个欧洲的军事联盟，但是实际上都是为了美国服务。这如今，美国将中俄两国视为对手，而且中国在亚洲，而俄罗斯呢，也正在将重心呢驶向东移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北约设立位于亚洲的联络处也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。从岸田的表态来看，估计双方基本上已经是定下来了，但是顾及周边国家的心情，不好立马承认，这也是日本与西方勾结的老套路了。那另外呢，日本不想加入北约的表态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，毕竟日本在军事上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，再加上日本紧跟着美国，甚至自己冲到了针对中国的第一线，如今却说不想加入北约，那明显有一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啊。那么日本为什么会放软态度否认加入北约呢？这估计就与中俄两国有关了。咱们先来说说与俄罗斯的关系。要知道，日本与俄罗斯之间是有着领土争议的，也就是南千岛群岛，这是日本数十年以来的心病啊。日本这边一直想推动谈判，拿回南千岛群岛，但是日本在俄乌冲突当中向乌克兰靠拢的行为是彻底激怒了俄罗斯。不光谈判这事儿被中断了，俄罗斯还邀请中国一同开发南千岛群岛。如果日本还成为北约的一份子，在亚洲地区针对俄罗斯，那么拿回南千岛群岛的计划就彻底的是泡汤了。那如果真是这样，可能岸田就要变为日本的千古罪人了。而中国这边呢，则直接用实力说话。前不久，解放军在日本周边执行了巡航任务，055万吨大驱护卫舰、驱逐舰等军舰组成了庞大的舰队，在日本附近是转了一圈。相信这其中的意思，日本已经是很明白了。从岸田的表态来看，中俄两国的警告也是的确奏效了。在争议领土谈判和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，岸田也是立马变老实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看，日本是不会断了军事扩张的心思，只是将军事野心是暂时的隐藏起来，周边国家那还是要保持警惕才行啊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